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我们回来这个很久没有更新的系列了，因为之前我一直在等着新的工兵统帅推出了之后，才打算去做这个排行榜。但是没有想到工兵出现不久之后，官方就马上爆出了消息，说要推出新的远程还有领袖统帅，所以我就等着这两个推出了之后，一次性去制作这个影片内容。再加上昨天呢，就有观众就问我说，议员什么时候做一个已经被淘汰的统帅排行榜？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目前统帅强度排行榜。那虽然今天做这个影片跟观众所要求的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是讲到已经被淘汰的统帅排行榜，我这个是制作强度的排行榜。因为现在统帅太多，如果你是讲有哪一些统帅已经被淘汰的话，我估计这个影片应该要做到很强。但是我觉得跟大家讲目前有哪一些统帅能用，他们的强度如何，其实会比较简单一点也比较快一点。你们就可以对症下药，知道到底哪个统帅你可以去培养，哪一些不可以。那么今天我们的方式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就是分成 S、A、B、C、D 顺着下去讲。那首先我们排在 S 的统帅呢，肯定就是秦始皇，这个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说都好，秦始皇都是可以排在顶级的段位。就算你的操控再怎么糟糕也好，你的搭配再怎么烂也好，就连你用秦始皇带一个神射手出去也好，你的报告都是赚的。而且它的使用范围不只是在工兵那边而已，像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用秦始皇搭配司机出来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个人估计在至少这2年之内应该没有其他的统帅可以替代掉秦始皇的位置，除非官方设计另外一个更加变态的机制的统帅才可以超越秦始皇。另外一个可以排在 S 等级的统帅其实是孙武。其实孙武比较起之前我的那个排行榜呢，他的位置是有稍微提升了。之前我是把他排在 A 因为他的表现呢有时候不如秦始皇，但长期看下来他的报告呢，我看到有一些玩家他们在可操控的情况下，或者是他们完全是搭配白起的情况下，其实表现呢是可以差不多跟秦始皇一样了。但如果是说 S 等级要排顺序的话，其实孙武是可以排在秦始皇后面的，就是他们已经是在 S 等级了的，只是稍微差一点点而已就可以超越秦始皇。但是不得不说，孙武 P 现在是步兵里面的核心人物。如果在没有孙武 P 的情况下，你用白起跟刘彻都未必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报告。同样排在 S 等级排行榜的统帅还有包括贡沙洛，我是觉得说贡沙洛依旧还是目前远程的最强王者。你可以看到贡沙洛搭配加长马达出来的报告，比较起其他的远程统帅呢，真的是天差地别了。尽管贡沙洛已经是很早期的远程统帅了。那接下来 A 等级的统帅其实有一点多啦，我们尽量长话短说。A 等级统帅的定义就在于我们还是可以去培养的，就是放心去培养，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淘汰。首先这里就有包括白起，白起虽然没有像孙武这么强但是目前在战场上呢表现还是不错的，也可以搭配多个步兵统帅使用。还有包括远程统帅阿方索，其实他的远程表现也是不错的。如果你是想要开发第2队的远程统帅的话，是可以使用阿方索搭配其他的技能伤害的远程统帅。那骑兵方面就有包括阿卡琉斯。目前或许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阿卡琉斯的报告比较起前面这几个我所说的统帅表现就没有这么好，但是你们要理解一点，阿卡琉斯是少数拥有原型 AOE 的骑兵统帅。我个人是认为说之后推出一些骑兵统帅呢，都是需要先搭配阿卡琉斯，经过阿卡琉斯之后才会考虑说要搭配其他的骑兵统帅。而且下一次官方会推出原型 AOE 的骑兵统帅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还有一个虽然我不想要承认但是其实目前赫克托尔也是可以排在 A 等级。但我其实这边要跟大家透露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说赫克托尔可以不用去培养，但是以目前的强度来说，赫克托尔确实是可以排在 A 等级。因为领袖统帅其实有一个通病就是讲你可能用的时间并不会太长。赫克托尔他强的地方就是不管他搭配哪个兵种都可以，而且他搭配每一个兵种出来的表现都不会太差。像如果你是3系的玩家的时候，你有一个统帅他开始变弱了，你就可以马上用赫克托尔去顶替掉那个位置，不需要因为没有新的统帅而感到焦虑，可以暂时顶替。下一个我认为可以排在 A 等级的统帅就是刘彻。刘彻虽然是已经算很早期的步兵统帅了，但目前表现还是不错的。之后推出新的步兵统帅，大概率应该也不会把刘彻先换下来，我觉得至少在我下一次做这个排行榜之前都不会换下来啦，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去
去培养流测的。最后一个我选择排在 A 等级的统帅就是加查马达，基本上我算是雨露均沾了，每个兵种我都有放一个统帅在 A 等级，只是 S 等级真的是没有办法放到太多进去，你要到达这个强度是真的需要很强才可以进来那边。加查马达主要是它够扛，又有回血的机制，而且它是目前搭配攻杀洛的必需品啊，所以把它排行在 A 等级。接下来 B 等级的统帅其实也是蛮多的 ，B 统帅可以说是比较危险，就是目前我们依旧还是会使用到，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淘汰掉。这里就有包括新推出的工兵统帅 AA， 当然我也是看到不少的评论区讲，哎呀，其实他很强啊，那很强的前提是你要真的能够操控到好，他才会强，你操控的不好，他就很弱，而且你要看你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才知道他到底强不强。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讲悍战，以目前的骑兵来说呢，你还是需要用到讲悍战，但是如果当推出一个新的连击伤害统帅的时候，有很大可能它就会被换下来。因为目前能够取代讲悍战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用阿提拉。那阿提拉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还是可以排在排行榜上面，这个也算是比较意外吧。因为上一次我做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其实阿提拉是没有在这边上面的，但我实际使用下来之后，真的发现到用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表现真的是比起讲悍战还要更好。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可以请你去尝试，你会真的发现新大陆。下一个就是亚瑟王，有一些人反对我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放在 B 等级，它已经不是在 A 等级甚至是 S 等级了，它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垫底了。下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就是新推出的远程统帅。严格来讲，伊丽莎白的能力算是不错的，有发现到它释放技能的速度非常快，在跟远程对射的情况下，其实它的表现还不错。如果是针对于伊丽莎白身为远程统帅要去攻击一些近战统帅的话，就要配合阿方索去做进攻，他的表现会稍微好一点。同样放在 B 的远程统帅就包括斯特凡，但其实斯特凡的位置我觉得是在 B 跟 C 等级之间，就是说如果你目前没有伊丽莎白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暂时用斯特凡来顶替着。工兵方面就有包括诸葛亮，现在已经是排在 B 等级了，相信多数玩家都跟我一样啦，就感觉说诸葛亮好像没有比起以前更好用了，反正他的报告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差。另外一个就有包括海尔曼，其实海尔曼的位置我一直都是保留在 B、C 之间啦，那我觉得也不需要给他太差的那个等级，因为还有更糟糕的。那其实骑兵方面还有包括贞德，依旧还是可以排在 B 等级的，就贞德其实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后还有包括华莱士。工兵方面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李成桂，可能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我把李成桂的那个排行放的好像有一点低了，那这边要跟大家讲清楚，李成桂之所以可以活到现在，是因为秦始皇他本身就厉害，李成桂只是给予他一些加强而已，并不是说李成桂厉害所以秦始皇厉害，你们要搞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你现在用李成桂可能拿去搭配步兵或者是骑兵的话，其实表现并没有这么好啊，当然也是因为伤害不同的原因啊。但我相信如果各位是拿诸葛亮搭配李成桂的话，报告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那步兵如果勉强再塞多一个进去的话，其实查理马特也是可以排在 B 等级的，就是说他目前其实还是可以用到啦，可有可无。如果你目前没有其他的统帅可以使用的话，可以暂时顶替着。另外一个还有包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主要是他那个摸奖的机制啊，如果真的可以触发到的话，其实伤害是很可观的。排行在 C 等级的统帅，就是目前还是有一些玩家使用，但是我个人是已经不太建议了的，就包括珍珠、贝利。珍珠和贝利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单体啊，目前在战场上单体统帅都表现得不是很好。还有包括霍去病也是一样，霍去病的情况会比较特殊一点啊，就是如果他是负责追击，就是拿骑兵去追过可能工兵或者是步兵的情况下，其实报告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面对面站着跟对方打的话，出来的报告就不会好。还有包括司机也是一样，司机之所以还会进来呢，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玩家是用秦始皇搭配司机，但是如果秦始皇没有了司机，依旧还是可以生存，但是司机没有了秦始皇呢，那就完蛋了。同样的还有包括斐利，我看到还是有不少玩家使用斐利啊，甚至有一些玩家是用斐利搭配珍珠这样子的组合。还有包括朗纳尔 P， 这个也是要排行在 C 等级了，甚至是更糟糕。其实我想要把它排在 D 等级，但我先把朗纳尔移除掉先吧，我真的是不喜欢它，我把它放在 D 等级吧。
那维钦托利，我个人是会把它放在 C 等级，因为它并不是必须的统帅，而且对于正常的玩家来说，它的表现只是用于辅助加强你所有的队伍，还有就是它会比较硬一点，但实际上它是没有太多的输出，所以你是想要追求更高击杀的玩家，维钦托利并不适合你，你是拥有气队的玩家才会使用到，但是我觉得就算有气队的玩家都不会想要去使用它。还有包括玛格丽特，目前战场上还是有看到一些玩家用远程的时候是会带玛格丽特出去，但是其实玛格丽特在野战远程用的时候表现已经很糟糕了。还有包括托军警，虽然他算是早期的统帅，但是有一些玩家他们会用新的步兵统帅来搭配托军警啊，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伤害改成重击伤害了。那骑兵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些统帅啦，就比方说像大卫，我自己也是有在用啊，但是因为我是纯骑兵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大卫野战的表现其实真的很差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就不要带大卫出去野战。同时间还有包括威廉啊，虽然他是辅助统帅啦，但是对于目前战场来讲，他的辅助效果其实没有像以前这么明显了。远程统帅的话，还有包括匈亚提也是排行在 C 等级，他的表现没有比起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远程统帅还来得更好。那么最后就是低等级的统帅，就是偶尔会看到啦，但是如果这些统帅一出现的话，肯定会被玩家笑到爆。这里就有包括大西皮、朗纳尔皮，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配对来的。沙尔贡、项羽、布迪卡、哈拉尔、图拉真、关羽、萨拉丁、本多忠胜，这些基本上都是不应该出现在战场上面的，也不好用。最后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就是我可能忽略掉没有看到的一些统帅在排行榜里面了，就比方说像巴布尔。巴布尔目前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排在 C 等级，就是偶尔还是会看到有一些玩家使用，因为他算是比较早期的统帅。巴布尔的优势就是在于他的技能放得够快，因为他的怒气恢复会比较快一点。另外就是有包括亚述巴尼拔，亚述巴尼拔其实我觉得他目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以把他排在 C 等级的位置。步兵方面还有一个伊瓦尔，其实也是可以野战使用的，但是它的强度并没有在 B 等级啊，我觉得是排在 C 等级的位置，就是可有可无。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找其他的地带兵。剩下的其他统帅呢，我觉得在野战都不太适合使用了，多数都是一些集结的统帅或者是驻防的统帅，所以正常玩家大概率是不需要用到这些其他的统帅啦，也没有什么必要。那么这里做一个总结啊，总而言之 S 等级的统帅，如果你是有使用到这些兵种的话，是肯定需要练的，而且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其他的统帅给替代掉。A 等级是目前在这些兵种方面呢算是比较强的，就是你也是必须要练到，但是它的强度并没有到顶尖的水平。B 等级多数都是 A 等级或者是 S 等级的搭配选择，你必须要拥有 S 和 A 等级之后才去培养 B 等级的统帅。C 等级可能是你之前曾经培养过，但是你暂时还不充足的金头可以去培养新的统帅，你可以暂时顶替用着，但是个人是已经不太建议去训练 C 等级的统帅了。D 等级是不应该出现在战场上面的统帅，但是依旧还是有一些玩家使用了。剩下的其他统帅要么就是一些你野战不会用到的统帅，也不可能会出现在野战，如果真的出现的话，请你们去攻击这些统帅，不要给他们留守。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列表之后有什么感想呢？这边要再次强调，这边排行榜的顺序呢，都是我个人在使用了这些统帅之后给出的评价，所以我自己个人的评价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某一些玩家他们使用这些统帅出来的表现不错，而且也是根据王国的等级所使用这些统帅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就比方说，如果霍去病在我自己的 CD 主王国使用的话，其实他的表现算是不错的，可以排行在 A 等级的，但是在这个排行榜上面它只能排在 C 等级的位置，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我这个排行榜只能给大家作为参考而已，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